嗨，各位好！再过几天就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为自己的另外一半准备什么样的礼物或是庆祝方式呢？我要身为一个键盘 YouTuber， 我决定借由这次的白色情人节送我老婆一把白色的机械键盘，它是来自于 Mickey 的 M65。虽然 M65 这把键盘已经上市超过1年了，不过直到最近呢 ，Mickey 跟 FBB 工作室联合推出这把暂停营业的主题键盘。好，话不多说，让我们来开箱它吧。嗨，各位好，我是就是想躺平暂停营业的 Joe，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Mickey 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不过它其实就是 IQ Unix 他们的子品牌，主打的就是比较平价有设计的机械键盘。这把键盘的外包装呢，就暂停营业这个主题，一种线条比较简洁的插画风格。整个键盘盒子外壳质感非常好，开箱之后呢，就是我们键盘本体附上这个塑胶的防尘盖。打开键盘之后呢，底下是一张纸卡，底部放置的呢就是它的配件盒，以及设计非常多样的趣味键帽。不得不说，这整个开箱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好，完全都是拆礼物的一个氛围。再来回到键盘本身，这是一把65% 三模带音量旋钮的一把机械键盘，整体的颜色呢是这种奶白色，键盘整体的外壳是这种大圆角，然后在键盘的右边呢有相当大一个留白，然后在键盘的按键区呢有下沉的设计，与右边的旋钮区形成区隔。这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设计的，但是你仔细看呢，它们有印刻他们自家的 logo， 以及在旋钮的外侧呢有那种装饰的线条。然后键盘顶部呢也是非常简洁，有2个机脚式的脚撑，然后有4个黑色的防滑脚垫，这底部螺丝互相呼应，然后中间呢是一个镀铬 M 的字样。整个键盘没有过多的元素，不过呢是用设计来说话，并且这把键盘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联名款的键帽。这键帽的材质是 PBT， 然后上色工艺是热升华，然后摸起来呢是微微的细磨砂。这个键帽质感跟观感真的非常的好。如果你现在上淘宝去看这组键帽，它的价格呢大概是200块人民币，折合台币大概要将近1000块，绝对不是那种量产键盘附的那种便宜键帽可以比的。或许可以这么说 ，M65 跟这个暂停营业处理键帽完全是相得益彰，达到1+1大于2的效果。这个键帽呢是我对这把键盘最让我惊喜的地方，并且呢这个套装还有附联名款的桌垫，是这种类似亚麻质感的编织桌垫，把这键盘摆在桌上完完全全就是桌面上的一个装饰。这把键盘上附的轴体是这个陶性轴，是一个外形非常粉嫩的轴体，是一个提前处理的轻压力线性轴。所以过完外观之后呢，就让我们来体验这把键盘打字声音跟手感吧。好，我只能这么说，这把键盘的技能树基本上都点到颜值跟设计了。这把键盘大件的声音跟手感其实都蛮悲剧的，而小件的部分呢，其实还好，声音跟手感都 OK。然后由于是键盘呢是没有可以切换段数的脚撑，所以这键盘的高度是固定的。我个人觉得是打字角度是稍微低了一点，不是太好用。所以我们来小结一下这把 M65， 它是 Mickey 以及 FBB 工作室联名推出的暂停营业主题键盘。这个品质本来就非常优秀的键帽，配上 M65 本来就还不错的设计，整体的观感呢是非常一致性、非常统一的。虽然说乍看之下似乎有一点朴素，但是你仔细看呢，它在各方面都有小小的设计巧思。像是整个键盘，其实你看不到任何的指示灯，因为它是藏在键帽中间的，为的就是不要影响键盘的整体观感。虽然说键盘看起来有相当大的留白，但是你仔细看呢，它都有独特设计在里面，有设计有想法，但是不会太过强烈，不会喧宾夺主抢了这个键帽的风采。然后整个键盘的外壳呢是这种细磨砂的质感，摸起来呢有这种高级的质感。背面呢这个银色镀铬标章也是看起来非常高级。从整个包装、开箱以及到键盘本体，都是可以给予使用者相当愉悦的使用体验。不过缺点的部分呢，也是很难让人家忽视。首先，这把键盘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漏轴，就是你从非正面角度看到键盘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轴体的。虽然说这种悬浮式结构并不是所谓的缺点，但是由于这把键盘的观感整体一致性非常好，所以你看到轴的时候就觉得这把键盘设计有点被割裂的感觉。这个键盘大件卫星轴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经过调整的状态，然后这轴体呢有微微的杂音，然后还有这个键盘整体做工还有待加强，它上下盖呢还是有些公差，没有太严丝合缝。然后这旋钮呢虽然很漂亮，质感好，但是使用起来的手感其实真的不太好，有点廉价的感觉。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把键盘，作为一个礼品甚至精品，完完全全达到我的审美，观感跟质感都相当的不错。只是作为一个打字的工具，它使用体验上来讲并不会太好，还是有蛮多进步空间的。不过呢，其实键盘本身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放在桌上的，即使你每天上班8小时，它还是有16个小时是躺在那边的。所以在这个颜值才是王道的时代，这把键盘真的物有所值。好，过完键盘的外在之后呢，就让我们来看这把键盘的内在，并且呢，今天我们也要来处理它轴体跟卫星轴。好，所以下一步让我们来进入拆解的部分 ，Go Go！
好，卸下键帽螺丝之后呢，只要用撬棒就可以分离整个键盘了。不过也要说一下，由于这个轴体呢是比较轻压力的，配上呢这个 PBT 键帽其实重量比较重，特别是大键，所以使用上大键的回弹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轴，像是我在这边使用的呢是 Z1 轴。好，我们就来分离键盘本体。好，让我们来看上盖的部分。它在打字区呢有这种阶梯状的设计，然后呢这键线分离呢以及旋钮小板呢是固定在上盖上，然后这边是一个2800毫安培的锂电池，所以说其实这个键盘留白并不只是为了美观而已，而是为了放下纸板跟电池。由于这把键盘是比较轻薄的设计，所以键盘底部基本上没有放电池跟纸板的空间，为的是整体设计上的美观，结合设计以及功能，真的非常不错。好，接下来看底壳的部分，其实这个底壳内部空间基本上是没有的，只有一个薄到不行的底面。对，所以呈现出来的手感呢就是比较硬。好，然后接下来是内栏的部分。首先是这个 POM 材质的定位板，它是属于比较柔软的材质，打字声音听起来会比较闷。然后这定位板周围是有所延伸，然后贴上这种 PORON 的垫片，可以有效减少内胆跟外壳的共振。然后这大件的卫星轴呢，原厂是没有任何润滑的，需要自己调整。然后在下面呢是这种类似 EVA 的夹心棉，然后是 RXP 的轴下垫，卫星轴处有开口 ，PET 的声优垫。然后这 PCB 是轴座热插拔，然后下灯位，但是并没有开槽。整个键盘内部的填充也是非常充足的，整个键盘从里到外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表现。好，键盘整个拆解完之后呢，就让我们把它组回去，处理它的卫星轴，并且把这个原装轴体稍微润一下，能够消除它的杂音，得到更好的打字声音跟手感。开始。好，经过润轴、换轴、调教这个大件卫星轴之后呢，声音手感呢获得相当大的解决，这个手感有点接近 Top 结构，不过打字声音更加柔和好听，也真的是非常建议，如果要入手这把键盘的话，一定要换轴或是润轴，大件卫星轴也一定要处理一下。所以最后呢，让我们来评价这把键盘，来自 Miki 的 M65。首先说一下它的价格，包含这滑鼠垫的话，大概是台币2500块钱。虽然说跟现在卷王键盘价格比是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可以获得的是这个大全套原价要将近1000块台币的这个键帽，并且还有这个好看材质不错的这个桌垫，配上这个有简约独特设计的一个键盘，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除了是一个键盘，是一个生产力工具之外呢，但是它放在桌上呢，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看的装饰品。在这几天使用下来呢，当我离开座位的时候呢，我都会回头看一下这把键盘，然后我都不禁的赞叹这把键盘真的是相当的好看。从外包装、开箱体验以及配件，极致这个键盘，整个过程呢都是充满大大小小的惊喜。我是真真切切可以感受到这个键盘设计师对这个键盘的用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把键盘送给我老婆，因为呢我真的是舍不得把它卖掉。送给我老婆的话，至少我每天还看得到，还是属于自己家人的东西。最后让我来说说这次开箱键盘的心得好了，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点拖更，主要是因为我开箱太多键盘，开到后面其实有点麻痹了，常常拿键盘对着镜头讲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设计上都是抄来抄去，就只是堆料卷价钱而已。那些键盘呢，并没有办法让我产生共鸣，直到这次开箱这把键盘，让我又重拾对键盘的热情。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所以我对这把键盘的评价就是有趣，让我更有动力跟热情去开箱下一把键盘。这把键盘我真的非常喜欢。好，以上影片就到这边，我是就是爱暂停营业的Joe，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